李校长、各位师长、各位毕业同学、各位家长，大家早安，大家好。首先，我要恭喜各位同学，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学业，得到可以说人人羡慕的国立台湾大学的学位，确实是可喜可贺。同时，我也要恭喜各位家长，你们的子女在你们的爱和关怀中，终于达成了你们的愿望。其次，我要感谢李校长邀请我来做这个贵宾演讲。说实在话，我跟台大的关系确实不比寻常。我们兄弟的2代的家庭当中，有14位台大人。我个人在台大1965年毕业于化学系，很老了啊。我的类人是在1967年植物系的校友，我的女儿、我的儿子分别是1999年资工系跟2005年化学系的校友。我曾经担任过2所大学校长，一共有10年之久。我主持过9次的毕业典礼，但是这一次我参加今天的毕业典礼来讲话，对我个人而言是最为特别的一次，因为这是我的母校。一所有历史的大学，它的特色常常反映在它的毕业生他们的成就的身上。那这个特色，根据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啊，也反映在这个校园里面的树上面，树 ，tree T-R-E-E 啊，太悬了吧？但这不完全是一个笑话。各位请看，最能够代表台大校园的树是什么树？对，是椰子树。我们一进罗斯福路的校门，2排参天椰林，夹拥着一条大学之道，这是何等气势，何等气派！而椰子树的特色正是，我只顾自己往上长，一点树荫都不给。你到台南成功大学的老校园里面看一下就不一样了，这又代表的是那几棵盘根错节的老榕树，可以说是落地生根，枝繁叶茂，亭亭成荫。假设你有空去新竹走一走啊，我忍不住想邀请你去清华园看一看啊！你一进门呢，校园的2边都是松树，它们长得可以说挺拔傲人，顾盼生枝，每一棵都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当然，台大人的特色有许多，也不是区几棵椰子树就能够概略的来代表的。那台大的学门领域最完整，历史最悠久，校地最大，资源最丰富，学生最多。但是里面最厉害的一个呢，是学生的素质最佳，几乎在每一个学门、每一个学科当中，在国内都排名第1。其实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拥有这样得天独厚的这个条件的时候呢，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的时候呢，它固然可以，尤其是这个优秀学生这件事情，它固然可以傲视这个同其他的学府，其实它的责任是非常的重大的。我们来看看台大的愿景吧：卓越的教育、卓越的学术、社会关怀。根据网站上面的解释啊，这就是培养未来各领域的领袖人才，还有新知识的创造者。简单的说呢，就是社会的领导精英、企业的领袖、公共事务的领袖、意见领袖、学术领袖，还有各行各业大大小小的领袖。不过这几年在台湾啊，做一个精英的风险似乎蛮大的。社会上兴起一种类似像民粹这样的氛围，反对知识傲慢，废除明星学校等等。有些有道理，但有一些人他是开口就骂。
他其实对骂的内容啊代表什么，并不是很清楚。这种氛围之下，“精英”这2个字好像蒙上了一层原罪的色彩。一个美国的朋友跟我说，他 How come the elite 这个字在台湾 becomes dirty word？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其实大多数人也都同意，社会的各行各业当中都需要精英的领导人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起来、做大。世界上也有很多的事情，大家都同意，80%的成果是20%人做出来，主要贡献是20%人。所以呢，问题似乎就是如何能够让80%也能够得益，能够享受到20%所创造出来的成果跟机会，怎么样的分配，才能够更接近所谓的公平与正义。对于精英分子的培养，我一向强调通识教育的重要。台大的通识教育也是资源非常丰富的一环，也是非常在校长跟各位师长的支持之下，发展的非常的好。我曾经提出一个5试，就5个试：知识、常识、见识、胆识和赏识，作为通识的诠释。在座各位身经百战了，对于台大的毕业生而言，知识knowledge 跟这个常识 common sense 对你们来讲是非不陌生的。只是在新世纪21世纪当中，我们以后获得知识常识的来源跟方式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变化。今天我们在上网查一查，你能够得到立刻取得的资讯，它的广度跟深度都非常的惊人。所差的只是这些资讯进到不同的脑袋里面呢，会变成不同程度的知识跟常识。那么2个星期以前，我们美国的前财政部长，也是他们前哈佛大学的校长 Lawrence Summers， 他来台访问的时候啊，曾经跟教育部长蒋伟宁以及台积电的张忠谋董事长座谈。他在回答蒋部长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他表示，网络和云端科技会彻底的改变现有的大学教学。张董事长好像有保留的意见啊，我从媒体上看起来，蒋部长就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我也深以为然。我们在传统的教室里面啊，传授知识，一个教室大班吧，200人、300人，了不起400人。可是，在美国的 Stanford 大学的教授，他的一门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慧的课啊，现在有来自190个国家，有16万名学生注册学习修这门课，任何时间开机就学习。他课程的设计，各位上网去看一看，非常适合任何人随时随地利用20-30分钟就学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是如此精心的设计，这个知识单元里面有超大量的影片、测验、提问、答案，以及相关的回复，还有讨论。那个虽然是一个虚拟的一个教室，但它其中的互动的情况不低于真实的教室中，至少不低于台大的教室里面。所以呢，可以说完全颠覆了大家习惯的传统大学教学的方式。所以学习的生态在变，大学在未来10年当中一定有非常大的变化。今天的毕业学生来说，几十年以后，刚才校长勉励各位终身学习，不断的摄取知识跟常识的思维跟方法，也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我们要做大幅的调整。我刚刚提到见识，见识用英文来翻译的话，它至少有2个字，那一个字是 vision， 还有一个字是 insight。因为见识不是只是见，还要有视，这里面要有广阔的视野，也要有深度的洞悉。我常常分析我的朋友，他们的事业轨迹当中，不管是从事研究、学术的，或者是企业经营，或者是公共事务、公共服务，有些人有远大的眼光，但是总是做的是 superficial， 总是只做表面的事情。
那有的人能够非常深入的去专注，但是却越做越窄，非常可惜。所以这个剑和势的一个最佳组合，往往决定你成功的规模。同样，胆识也不是只是胆，要有胆也要有势。我所知道的有大成就的这些人啊，在他们的事业生涯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在关键的时候，他们都做过一些非常困难的决定。一些成功的企业人士，常常利用景气最低迷的、最低潮的时候，作为一个转型突破的最佳时机，这是胆识。成功的政治家，常常在民众的反对声浪中，坚持做对国家长期利益有帮助的这样的决策。所以前者可以反败为胜，后者可以名垂青史。这种决定只是用胆有勇是不够的，做不出来的。但是因为他们有势，所以他们可以做出别人不敢做不出来的这种决定。许多在矽谷、加州 Silicon Valley 的朋友告诉我说，在美国连中学里面都充满了创业的气氛，不少高中生对创业的 ABC 朗朗上口。大学里面学科技的、学企业的、学法律的，他们会主动的互动。许多我们看到后来他们毕业以后，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属于天才的组合，就是源自于这种校园的文化。反看台湾呢 ，YouTube 的创立者之一陈士峻，前几天在台湾参加创业论坛的时候说，他惊讶台湾有这么多的博士、硕士、优秀的科技人才，但创新的公司却少得可怜。如果连台大毕业生也却于我讲如果台大的毕业生却于创新，不敢冒险；如果顶尖的医学院毕业生选择去做医美，第一流的工学院、理学院的学生选择去做代工，台湾未来的竞争力是堪忧的。医学美容不是不重要，它有很大的社会需求。某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富裕社会的一种指标。代工制造业不是不重要，它曾经是，而且现在有一些代工企业仍然是台湾科技业能够跻身在领先地位的这样的重要的一种经营模式。但是问题不在这些行业的本身，而是在于这些工作未必真的需要有这么大量的顶尖的人都去做。我们最有创造力的人才是否应该选择一些更具挑战性的、更有创造性的工作？当然，这个里面有制度面的问题，也有市场机制，不容忽视。我想要强调的是，也许你不能改变制度，但能改变态度。市场有市场的选择，你也有你的选择。终身经营在知识跟常识里面的人，就让你可以又专精，又能够触类旁通，持续增进见识跟胆识的人，也使你可以见木也见林，能谋也能断。这几个 sense， 这几个事，在我个人的学识和事业生涯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帮助的力量。我常常会沉思反省，我在这些事上面有没有什么长进？但今天我要特别跟各位台大毕业生说的是最后一事：赏识。我要讲的赏识不是一个动词，不是我们平常常讲的我赏识某人的什么优点不是那个赏识，它是一个欣赏之事，是一个 sense of appreciation， 欣赏之事。它不仅是在美育或者美学的那个领域当中讲的说，我们对世上美好的人事物的欣赏它超越这个。我要讲的是，这个赏识应该包含我们能够欣赏平凡的芸芸众生，能够欣赏你的对手，甚至你的敌人。想想看，在今天这样子竞争激烈的工商社会当中，你每天碰到的是你朋友的其实很少，是你的竞争者比较多。
如果我们不能用这样一个宽广的心胸来欣赏他们的长处，他们可以教你什么，那你就会终日生活在要步步为营、紧张、威胁、不短命也难。我曾经思考，我们常常讲的5育啊，就是德育、智育、体育、群育、美育，大家朗朗上口的，其实通常讲的就是德智体这3育。这3育怎么均衡发展？这是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提出来的主张。但是呢，这里面的群和美这2育在整套的系统体系当中，相互之间的关联到底是什么？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那我有了答案。怎么从美育出发，进入到德育跟群育的殿堂？穿针引线的就是这个赏识 （sense of appreciation）， 就是这个欣赏之事。这是一种博爱式的赏识，它出自内心的欣赏之情。所以呢，当你进入对人事物的了解或者感受的时候，就会从正面的、善良的、善意的面来切入，很容易就可以引发你的同理心和同情心，而这个同情心跟同理心就引发你的关怀之心。这正是进入全育跟德育境界的一个钥匙。各位同学，50的前面4个识，知识、常识、见识、胆识，可以帮助你走向卓越，而只有赏识能够帮助你培养出对社会的关怀。我们回顾检视一下台大的愿景，就是追求卓越跟关怀社会。当你们从椰林夹道当中走出了校门，你们不再只顾自己长高不给树荫，因为你们将创造无限的机会，成就造福他人。卓越加上关怀，庶几不愧为21世纪的台大人。事业成功回馈社会并没有冲突，你可以实现自我，也可以兼顾公平与正义。亲爱的学弟学妹们，我们从事教育的人常有一个矛盾的心，一方面看到举世滔滔，社会国家需要改革，需要创新的事情是如此之多，而推动起来是如此之困难。虽然说教育是国之根本大计，但是我们看到它的见效，展现出效果来，又显得是那么的缓不济急。但是另一方面，当我们每一次站在毕业典礼的讲台上，看到这么一群群未来各行各业的精英领袖，一张张充满热忱和自信的脸，在亲友师长的嘱咐跟期许当中走入社会，今后的数十年当中，将在不同的岗位上建立新的事业，创造新的机会，我们又会感到有无比的希望。各位同学，在全球经济非常低迷的时刻，你们毕业步入社会，正如刚才校长也提示到的，未来迎面而来的很可能是困难，可能是挫折，甚至于让你失望。但是我希望你们绝不怀忧丧志。如果你决心就业，你一定会找到一个工作。什么时候找到什么样的工作，你终将获得你第一份工作。请你记住，找一份工作是你进入社会的第一步，而你的事业呢，是今后几十年你的智慧、心血灌溉一个精彩的园地。但是正因为第一步来得如此之不易，所以你有责任全心全力把它做好。做好了就有成就感，有成就感，你可能就开始喜欢它。进一步的话，你就要让你的工作境界能够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让雇佣你的人
从来不曾预期，甚至无法想象的境界。只有在你尽力做好手上的工作以后，你才非常有说服力的去获得一个提升境界的机会。但是如果你确信你的努力终无法从工作中找到更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那就是该你换工作的时候了。40年以前啊，像各位一样，我在国外念完博士学位开始求职，当时全球也是不景气的，随后就是全球第一次的石油危机，那个好像在历史书上了啊。我寄出上百封的求职信，石沉大海。后来我终于找到回国工作、回国教书的工作，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出国潮的时候，很少人愿意回国来工作，都是希望留在美国、加拿大工作。那个时候我要回国的时候，我在国外的这些学长和朋友们啊，都安慰我，暂时去新竹度小月吧。但是啊，那是我一生第一份工作，我用一种虔诚的心，全心尽心尽力的把它做好。从此我就全心全意的爱上它，因为我从中间发掘到无限的向上提升的空间。如果你不急着就业，同样请你记得，你的未来有几十年的精彩事业有待你去发展。你应该规划如何进一步的开拓你的视野，开拓你的世界，多吸收一些武士的精华。走出去，台大人志在千里，不要太早就困囿于一份比如说比较好的薪水。等你更充实一些，更清楚自己要什么的时候，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想法和布局。年轻的学弟学妹们，无论当前的就业市场有多么的不热络，我希望你们昂首挺胸，大步走向最困难的每个角落去寻找实现自我的契机。台大人要有一份秩序，做一个关怀社会的精英分子要有一个秩序，在社会上争取的不应该只是个人的一份工作，而是要为更多的人创造更多的机会和福祉。祝福你们，谢谢。